英国航母编队静悄悄地通过了南海，下一步计划与日本等国举行联合军演。接下来会不会再次来到南海挑衅呢？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我们看到英国的航母编队呢已经过了南海，然后呢现在到了这个太平洋。那么下一步呢，它大概计划呢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国家呢，搞一个5国联盟的这样的海上演习啊。因为过去呢，它也有这样一种演习啊，显示自己在这个太平洋地区或者在亚洲的这个存在啊，显示自己还是一个海军的大国。那这次呢，既然航母编队来了，所以他准备访问新加坡，然后呢搞一些演习。当然，在南海的时候呢，本来他也想搞演习，但是看呢，他是静悄悄的通过了南海没有搞所谓的这种故意的给你找茬就是把这个编队开到你的这个领海区或者贴近你的领海区去搞演习，他没有，他就是这个悄悄的就从这儿过去了。那么下一步呢，他重要的可能还是在和美国呀、日本呢搞这样的联合的军演，因为这个日本的防卫相呢已经讲了好几次了，说我们今年要和这个英国的航母编队要搞联合演习，是在日本的家门口。因为前段时间呢，当这个航母编队经过亚丁湾的时候呢，已经和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呢进行了一种演习，当然是打击海盗或者是相互的通信联系。因为这个日本它在亚丁湾那个方向呢，只有一艘驱逐舰还有一架这个 P3C 反潜巡逻机在亚丁湾那个方向，所以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的这个兵力比较少，所以它能演习的这个科目还有内容也比较少，影响力不大。那这个如果到了日本之后呢，可能要把日本的像出云级这样的就是直升机母舰还有自己的大型的这个作战舰艇一块参加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编队的演习。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现在已经从圣迭戈出来了，因为它现在前段时间嘛，在更换战机就是把这个超级大黄蜂换下去一些，把这个隐形的 F-35C 弹射起飞隐形的这种飞机呢，装上这个航空母舰。可能呢要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还有日本的这个军舰呢要联合演习一下。当然，就是日本呢是大力的宣传，就是说这个演习是针对大国对抗的我们这个规模很大，不是对着海盗的，而是对着这个大型的这种军事演习，是对着国家的大国对抗。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呢，那要空中阻拦的，因为航空母舰呢主要是争夺制空权嘛，所以你争夺制空权就要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战机特别是隐身的战机，因为日本的这个航母上呢，它搭载的也是从美国买的 F-35B 这种隐身战机，而英国的航母呢，除了自己的几架以外呢，还从美国这个海军陆战队也借来了10架也是隐身的。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演练一个什么呢？隐身的战机都从航母上起飞，然后呢，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这种联合的作战能力所以呢，他可能会进行这样的演习。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英国这个航母编队上已经有上百的官兵染上了新冠疫情。那么这些交互的传染和这些非战斗减员，它肯定是要影响就是它下一步的演习的这种效果。一个要防疫吧，那你这个官兵是不能互相串的你是不能互相参观或者互相活动的。第二呢，他生了病之后，他总不像这个身体健康的人那样能够全时的值班、全身心的投入这个也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这个编队里面已经显示出来，这个飞机是从美国借来的，阿利伯克级岛的驱逐舰也是从美国借来的。那你这个混编又不是经常在一起训练，所以你这个战斗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倒是觉得英国航母编队的这个演习可能更像是一种演戏，或者就是一场演戏。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